1997年8月，长春宽城区南广场一个工地，工人们一铲子下去，挖出来2具紧紧挨在一起的白骨。一副冰冷的手铐把2个人的手腕死死铐在一起，骨头都泛白发脆了，可2个人的指骨呢，在泥里还保持着交握的样子。在尸骨旁躺着一块银质怀表，打开盖还能看见里头刻着4个繁体字：永不分离。还有一支带着裂缝的钢笔，后经考证是东北抗联使用的日战区伪装款。是的，他们俩不是普通的遇难者，是在刀尖上行走的地下情报员。往下再挖3米，还散着别的骨头啊、破衣服啊、锈掉的扣子啊等等物件。这地方就是当年日本86部队的后院，一个专门对付抗联战士的魔窟。2002年，吉林省社科院通过比对抗联10军阵亡将士名录以及伪满警务档案，确认了男性遗骸是抗联10军的传令兵赵一楠，1921年出生；女性为地下交通员张兰，1923年出生。2个人于1943年就在这块地方被一起活埋。他们是在送一份重要情报的路上被敌人盯上，抓进了宪兵队的。法医报告显示，赵一楠的下巴骨被撕裂了，腰骨里还夹着日式电刑椅上的榉木碎片，碎片上甚至能看见胶痕。张兰的右边太阳穴位置，骨头被什么东西打穿了，肋骨上更是伤痕累累，有新伤叠着旧伤。整整3天3夜，他们在刑讯室里遭受了非人的折磨。最可恨的是那副日式顽石型宪兵手铐，锁芯是反着装上去的，一旦铐上，越挣扎锁得越死，就是想让他们在绝望中互相伤害，痛不欲生。3天后，敌人没耐性了，他们被反铐着推进了事先挖好的土坑里。哪怕是最后一刻，赵一楠还是本能地想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张兰。那副反装的手铐，敌人本意是想看他们互相锁死，绝望崩溃，可是阴差阳错，却把他们生命尽头那种相互守护的姿态永远地凝固在了黑暗里。冰冷的手铐跟他们最后那点体温，在死亡缓慢降临的过程中交织在一块儿，让我们后人最直观的感受是，他们至死也没分开。2023年，在长春抗战纪念馆里，那副锈迹斑斑、已经发红的手铐静静地躺在玻璃柜里，而在当年86部队旧址建起的纪念广场地下，按原样复制的尸骨模型就埋在那儿，保持着他们被挖出来时候的样子。每年清明呢，总有人默默地来到这儿，放下一种特别的蓝布花，这花是用当年抗联战士留下的靛蓝粗布做的。那抹朴素又坚韧的蓝是穿越了硝烟炮火才留下来的颜色，是对那些有名或无名的烈士最深沉的回应和纪念。赵一楠、张兰，还有和他们埋在同一片焦土下的无名骸骨，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可能只是宏大历史书页里一个容易被翻过去的小点儿，可那副手铐锁住的哪里只是2个年轻的生命啊，那是人在最深的黑暗里对信念死死的坚持，对爱人的拼死守护，对尊严的绝不低头啊！这些全都焊在历史里了。他们是小人物，生逢乱世，没留下什么像样的故事，有的连名字都没有。可是当那副手铐和交缠在一起的指骨，还有那块怀表里永不分离的4个字，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时候，就比任何呐喊都更有力量了吧？活埋，现在的我们听着只是感觉恐惧，可是如果我们把他们忘干净了，那才是真的完了。他们在当时当刻可能连声都没吭过，可你看看他们最后在地底下那个姿态，骨头都烂了还死死扣在一块儿的，那才叫真正的生死与共啊！他们就是所有那些没留下名字的抗联英雄们的影子，是在抗日救国的艰难岁月里最不声张却又最硬气的证据。